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家的汉堡。上期金并的罪恶集团因为蜘蛛侠的存在开始内斗，于是他凑齐邪恶六人组，打算干碎蜘蛛侠。而被盯上的彼得还失去了蜘蛛力量，导致梅姨被章鱼博士绑架。护士告诉梅姨，彼得在接受医生的精心治疗，实际上彼得正在仓库内左躲右藏。章鱼博士不慎打翻神秘客的魔幻方块，整个仓库瞬间变成大草原。彼得失去蜘蛛感应，很快就被犀牛人和章鱼博士发现并抓捕。金并得意洋洋地将现场转播给了犯罪集团围观。章鱼博士摘下蜘蛛侠头套，发现头套下居然是彼得帕克。章鱼博士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见失去蜘蛛力量的彼得表现差强人意，想起自己此前被蜘蛛侠痛扁的样子，觉得彼得不可能是蜘蛛侠。几人机智的小脑瓜一动，以为彼得是救姑妈心切，才换上蜘蛛侠衣服来找他们。彼得心说还有这好事儿，他赶紧点头啊，对，就是这样，没错。章鱼博士认定彼得不是蜘蛛侠，但他却觉得可以利用彼得将蜘蛛侠引出来，于是彼得提出放走梅姨，并答应了章鱼博士。金并直播刚打开就被下了面子，见西尔维曼不满的神情，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先把看见他出糗的人给解决了。正好西尔维曼也不忍了，3年之期已到，他要联合铁头造反。结果造反大旗还没掀起，假冒铁头的变色龙告诉西尔维曼，金并带着他的邪恶六人组打进总部了。变色龙又调虎离山计，支开了保镖，将西尔维曼骗上楼顶。犀牛人直接连人带电梯给绑架走了。变色龙再次伪装成西尔维曼，下令取消对金并的攻击。下属被说得一愣一愣，没敢怀疑，赶紧按照命令行事。同时彼得声称自己和蜘蛛侠联系都在空旷的楼顶，章鱼博士便带着彼得赶往楼顶。刚刚才打了西尔维曼的几人纷纷赶到现场，就连金并也带着西尔维曼近距离围观抓捕现场。彼得趁众人不备，扔出神秘客的魔幻方块，用假的飞行导弹唬住了几人。他立刻跑到墙边大喊是圈套，快撤！惊悚大击立刻打中彼得的背后，将他从天台上摔了下去。正好彼得的蜘蛛力量暂时恢复，惊悚这一击成了刮痧师傅，不痛不痒的给彼得挠了挠背。彼得戴上蜘蛛头套回到天台，假装自己和彼得不熟。他嘴上说要教训六人组，但力量还没恢复完全。这时金并又将西尔维曼挂在直升机上示威，彼得只能先救下被挂在半空的西尔维曼。算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彼得救下西尔维曼，躲进了大楼内部。六人组赶紧追了进去。西尔维曼称金并是为了勒索才绑架了他。彼得没做多想，感慨这老头很可怜。他打算带着西尔维曼逃走，没想到拐角遇见犀牛人。彼得立刻声称自己是为了接近西尔维曼，假装蜘蛛侠的变色龙。哈哈，犀牛立刻就相信了，还相当佩服。在彼得的故意引导下，犀牛一头冲向了队友惊悚和神秘客，导致惊悚的战俘被撞破了口。犀牛误以为变色龙故意戏耍自己，揪着变色龙的衣领就要打人，团队一下起了内讧。彼得发现自己的蜘蛛感应回归，他将偷袭的章鱼博士甩开，带着西尔维曼逃走，途中还顺手将惊悚摔进了水箱，导致他的电网一进水发生爆炸。随后彼得将西尔维曼放进烟囱，又在天台利用蝎子的毒液偷袭了金并的直升机以及章鱼博士的金属触手。这下邪恶六人组分崩离析，没人再顾得上蜘蛛侠在干嘛了。彼得告别西尔维曼，心满意足地带着衣服离开，而西尔维曼决定对金并发动篡位挑战。同时邪恶六人组发现金并喜欢画大饼的事实，感觉被欺骗的六人愤愤离职。彼得错过了哈代的约会，结果哈代跟着摩比斯跑了，他只好回家，见梅姨还在，而且玛丽简也来照顾梅姨了。彼得才感觉心里被安慰了不少。之后他又去了康纳斯教授那边检查身体变异，教授却告诉彼得他的 DNA 正在以一个飞快的速度变异，会变异成什么教授不知道，但他敢肯定绝对不是人类。初闻变异噩耗，彼得心惊胆战，总担心自己会变异成怪物。偏偏这段时间报纸总说蜘蛛侠是小偷，这让彼得的心情变得十分糟糕。他决定约玛丽简出门放松心情，玛丽简不太愿意承认恋爱关系，这是让彼得有些不解。没等他想明白，游乐园博物馆内的天价珍珠项链被盗，彼得在抓捕盗贼时被对方推进了水池内部，差点沦为水池内巨大电鳗的食物。他掏出蛛网炸弹将电鳗给网住。姗姗来迟的工作人员见蜘蛛侠从水缸冒头，再联想最近的新闻，立刻将蜘蛛侠当成了盗贼。彼得有口难辩，只好先离开水族馆。而盗窃了项链的凶手竟然盯上了玛丽简。就在彼得约玛丽简去游乐园约会时，玛丽简犹豫地拒绝了。这时玛丽简的好友丽兹通知他去接电话，对方一开口，玛丽简就紧张了起来。他挂断电话，立刻离开了餐厅。彼得这个歌王难得被放鸽子，于是他换上蜘蛛侠的装备跟了上去，却发现玛丽简在和分手的前男友见面。面对分手2年的前任死缠烂打，玛丽简干脆就拒绝了对方。天价的珍珠项链都难以让他心动。前男友莫里认为玛丽简是嫌贫爱富，但玛丽简只觉得这个前任占有欲太强，总想着控制他的一切，却让玛丽简相当的反感。见金钱无法打动玛丽简，茉莉开始展示自己获得的力量。她操控
动公园中心的喷泉一飞冲天，彼得见状都忍不住吃惊，可玛丽简不为所动，好马不吃回头草，拜拜了年嘞。茉莉见玛丽简软硬不吃，伸手要去抓她，却被蜘蛛侠一把抓住，已经变异成水人的茉莉一下就将彼得打飞。玛丽简见势不妙，掉头就跑，却被茉莉操控水流卷走。彼得赶紧荡起蛛丝将玛丽简救出，却被茉莉绊住离开的步伐，两人在天台上大打出手。彼得的蛛丝对茉莉这水做的男人不起效果，自己还被打进了水箱，差点改名工藤新一。好在他力气大，撞开了水箱，趁着茉莉凝固身体的时候，转身将逃跑的玛丽简带走。彼得给了玛丽简一个蛛丝发射信号，让她有危险就按开跟踪器，自己会去救她。玛丽简收下信号器，却婉拒了蜘蛛侠的护送回家。彼得也终于知道了玛丽简为什么会拒绝确认关系了，有这么个变态前男友，确实该有点心理阴影。彼得回到实验室研究了针对水人的药剂，随后他找到丽兹，要了玛丽简现在的住址，决定上门安慰玛丽简。没想到来晚一步，水人这个跟踪狂先找到玛丽简，并当着彼得的面将人卷走，一路冲向了河流内部。彼得赶到现场，就剩下一个信号发射器。玛丽简被水人俘虏到了新修的下水道内，他得意地向玛丽简展示了自己这段时间盗窃成果。玛丽简只觉得他很可怕。水人告诉玛丽简，他高中被开除之后就被父母送进了水军，但人一倒霉就是一连串的事情。就在茉莉参加水军的秘密实验时，被吊着潜水艇的绳索拽住了手腕，跟着潜水艇掉进了海底，并受到神秘气体的感染，导致他变成了现在的水人。他希望玛丽简再爱他一次，玛丽简摇头拒绝。水人恼羞成怒，要水漫纽约。这时彼得化身蜘蛛侠找上了门，水人对他的蛛丝不屑一顾，但彼得制造了水凝胶，瞬间就让水人动弹不得。不过水人可以从凝胶中再次凝固，彼得的蜘蛛感应刚作用，水人一下就将他打飞了出去。玛丽简见状立刻爬楼梯离开了原地。水人见玛丽简离开，也顾不上蜘蛛侠了，立刻追着玛丽简冲了出去，途中被车辆撞坏一次，追进职场后又被玛丽简用纸张打坏一次。这下水人的力量被削减了大半，玛丽简立刻逃进了锻造厂，里面的2个工人正热火朝天的工作。水人追进来攻击了2名员工，被玛丽简从身后泼了砂石，水人差点就被卷入火炉中。他回过神，立刻追上了玛丽简。此时的玛丽简已经爬到了天台，走投无路了。彼得也顺利抵达了天台。水人让蜘蛛侠别多管闲事儿，他的蛛丝对自己没有作用，彼得却根本没插手，因为水人早就被玛丽简消耗了大半的能量。聪明的玛丽简将他从水源引开，几次试剂让水人耗能凝固。如今水人就连本体都快维持不住了。水人感觉自己遭受了背叛，他明明那么爱玛丽简，但玛丽简头脑清醒，这不是爱，而是道德绑架。水人被揭穿后恼羞成怒，彼得立刻挡住了他的攻击，结果水人能量耗尽，化作一滩水被太阳蒸发。见玛丽简于心不忍，彼得出言安慰，水人体质特殊，这蒸发也未必会让他死亡。玛丽简总感觉蜘蛛侠很像彼得，当然被彼得自己否认了。之后玛丽简决定和彼得约会，彼得意识到眼前的普通女孩在面对水人都能积极反抗，她绝对不能被一个基因突变给吓着了。这个版本的玛丽简性格相当不错，勇敢机智，丝毫不扯后腿，能拎清爱情和道德绑架，热爱学习，有自己的梦想，难怪彼得会喜欢，换作是汉堡也心动好吗？那可是红发大美女。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妮家的汉堡，喜欢蜘蛛侠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评论哦，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